快把这个克死亲娘的玩意给我插出去，插得越远越好，永远也不要让我再见她。刚出生的女孩就被重男轻女的渣爹抛弃，稳婆偷偷将女孩送往一户拥有5个儿子的穷苦人家里。程婶，你怎么来了？哎呀，大妹子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入夜时被那柳茵茵推了一把，导致青青她小产了。村里的大夫和稳婆觉着孩子保不住，不肯过来帮忙，怕沾染了晦气。天杀的，这群人就该遭天谴。孩子既然没了，就说明跟我们没什么缘分。这时稳婆怀里的孩子哭了起来。妹子，你怎么还抱了一个娃娃过来？那贺老爷重男轻女，要把这女孩给扔掉。程老爹气得不轻，这世上竟有这么丧心病狂的爹。女娃娃怎么了？我就稀罕个闺女，这孩子真是可怜，刚出生就遭此一难。大妹子程兄弟，我这次来找你们，也是想着把这个孩子托付给你们。大妹子，这娃娃我们养了，你放心，我们一定给他养得白白胖胖的。我实在没办法了，那老爷真不是个东西。程大哥，你家还有5个孩子要养，要是再养个闺女，这家里岂不是更加揭不开锅？现在这个小娃娃那么可怜，我们家已经有5个孩子了，还怕多一个小家伙吗？也就天双碗筷的事。程大姐你放心，我这刚失去一个，如今你又送我一个，我们高兴还来不及呢。她就是我的亲闺女，一定好好疼她。那就好，孩子就交给你们了。大妹子，程兄弟，你们夫妇俩要是没什么好报，天理都难容。爹娘怎么样了？你娘她好得很，还给你们生了个妹妹呢。程四牛开心的一蹦3尺高。稳了，大哥，娘终于给我们生了个妹妹了。喊什么喊？大半夜的鬼嚎什么？吓到你妹妹怎么办？你娘现在还虚弱着，你叫唤是想吓死她吗？程四牛被训了一顿，顿时就蔫了，老实巴巴的杵在原地。你去把地窖里藏着的老母鸭宰了，你娘现在虚弱得很，给她补补。爹，那老母鸭不是要留着开春看能不能下蛋吗？让你去你就去，哪那么多废话？知道了，爹。程四牛快速的来到后院。俺爹也真是的，非得让我来杀鸭，俺娘指望着你活命呢，你给我老实点，不然可就要活剐了你。程四牛话音未落，只见地窖里那结了冰的层面上突然裂开了缝，一条条鲜活的鱼蹦了出来。我的亲娘来，今天真是活见鱼了，1条、2条、3条，大条。他不会数数，急着喊老爹过来。爹爹，你快来啊，我们家地窖成精了。臭小子，你大半夜是不是要吓死你娘和你的妹妹？爹，我们家地窖见鬼了，什么东西都往里蹦，你看那里竟然还有几只野兔呢。莫不是这兔子真那么倒霉，掉到咱们家里，自愿成为咱的盘中餐？我们该怎么办啊，爹？都送上门了，当然是抓了给你娘和妹妹进补啊。就在咱家院子里，除了是咱的，也没别人了。只是咱这地窖以前不是放啥坏啥吗？没想到还能冒出几条大肥鱼。此时陈二锅听着动静也跑来了，眼睛里冒着光。爹爹，俺想吃肥肉。吃，整天就知道吃，没得吃都长了这一身膘，过冬都不愁冻得慌。程四牛听着他爹的话，忍不住噗呲一声大笑。爹，那只老母鸭还在吗？不宰了，有鱼肉给你娘补身体，那老母鸭就让它多活2天。你们2个手脚利落点，天亮给我换奶水去。好嘞。程老爹回了屋，把这大喜事原原本本的告诉了程大妈，可把她开心坏了。女娃不比男娃，得教养，我们没什么本事，就怕喂不饱她。如今倒是老天爷开眼，给了我们个女娃，还给我们送来食物。程老爹听到这话，面上露出一丝苦涩，瞧了眼一旁因生病没有得到及时医治彻底哑了的小儿子。小五，你看着妹妹。程五阳答应的点点头，他静静的看着眼前的小奶娃，好奇的伸手触碰了下脸颊，真软，还粉扑扑的，原来这就是妹妹呀。一旁的程老爹悠悠叹了口气，媳妇跟着我，让你吃了不少苦。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我们都成婚多少年头了，再说这万事里哪户人家不苦？再说了，我们现在有儿子又有个闺女，我心里满足得很，就算接下来让我上山头给人当老妈子，我都心甘情愿。媳妇，我哪能让你干那事？你放心吧，等雪停了，我一定多进山看看，苦了自己也不能苦了你和闺女呀。大雪渐歇，天才蒙蒙亮，程家几个兄弟就已经起床了。林叔林婶在家吗？大哥，你待会可别乱说话，不然林家婶婶不给我们奶水就麻烦了。真不知道爹干嘛让我们来找林婶，一会又要问东问西。歇了，能让娘少受点罪，这点活算什么？谁呀？林婶婶。四牛啊，怎么了？你娘小产后没事吧？才过一夜，他们娘小产的消息都传到林婶的耳朵里了。你胡说什么？你才小产了呢，俺娘给俺们生了个胖妹妹，好着呢。
哟，流了那么多血，还生了下来。我可听说了，刘英把柳青青撞得够呛，被抱回去时，那血滴了一路。这话让程二锅和程四牛听了，心里很是不开心。四牛、二锅，你们婶就这样，一张嘴成日里就欠得很，你们千万别跟他计较。我们也不耽误时间了，俺娘生了妹妹，体虚出不了奶，想拿这鱼肉换点奶水。新鲜的鱼肉露出来，顿时吸引了林婶的注意力。哎呀，两个大侄子跟婶说什么换不换的啊？我跟你们娘可是姐妹，一点奶水算什么？等着，我和你们叔现在就挤去。紧接着直接把俩人晾在门口，扯着自家男人进屋。你是不是有病？就要点奶水，你拿人家鱼肉，程家那么多张吃饭的嘴，几个月才得到那么点食物，都快饿死了，你好意思吗？我呸！他柳青青自己找死，生个不停怪谁？这年头水好过了，我凭什么白给他奶水？要生又养不了，还怪别人不成？你个婆娘，你忘记上个月你生吗？人家穷的揭不开锅，还硬是给你送了点肉水进补吗？你再看看你，帮过他什么？昨夜听到他小产，高兴的一整晚睡不着，你不缺德吗你？林婶气得脸红脖子粗，粗鲁的挤了一丁点奶水，接着加了半勺的冰水，混成一大碗，出门直接塞在程四牛怀里，没好气的赶人。走走走，别搁我家晦气！你个婆娘，真是抢鱼肉时有多殷勤，得手后就有多敷衍。二哥别跟他计较了，娘刚生了妹妹，身体虚弱的很，爹也忙得不可开交，我们能忍就忍吧。忍着。程二锅顿时火冒三丈，你就这窝囊脾气，他们才会使劲往你身上泼脏水，什么东西丢了都赖你身上，真是笨死了。还鱼肉拿去喂大黑狗都比给这黑心肥婆好。程二锅看林婶不顺眼很久了，要不是得给妹妹要奶水，他才不受这烂气。混账！他暴躁地吼了一声，也不舍得再说自家弟弟，扯着他胳膊回家交差。爹娘，换到奶水了。什么奶水啊？你身体虚，哪来的奶水喂咱闺女？我就让四牛去找林大嫂换。换奶水？可不是嘛，没了一块新鲜的鱼肉，心疼死俺了。你是不知道那老肥婆的话有多难听，好像巴不得你没了妹妹似的。二锅，程老爹突然一喝，眼神狠狠地瞪着他。你娘还在月子里，你跟她说这些做什么？他在训斥程二锅的时候，6岁的程武阳已经钻到了他身旁，捞了口奶水舔了舔。咦，真难喝。程武阳从小就遭罪，又吃不饱，营养不良，皮肤黝黑，个子也比同龄的小孩矮小些。别，这奶水真难喝，还是咱娘的好喝。二哥四哥真笨，拿肉肉换了碗臭水沟，亏死了。程二锅甚至好奇的要自己尝尝。真的，我尝尝那死肥婆是不是骗我。话落，他一口闷了下去。死肥婆给俺家胖妹妹喝这破玩意，隔夜血水，难喝死了。程四牛也是瞪大眼，似乎大受打击。不能吧，就一碗对他们家现在没啥用的奶水都不愿意换给俺家。一家人此时心情糟糕得很。等等，此时程大妈却突然发出略微颤抖的声音，眼眶也渐渐湿润。小五，你会说话了吗？程和旺没缓过回神，激动询问。小五，你好了，你快叫爹听听。所有人都屏息以待。那小黑团子奶声奶气道：别，娘，二哥，四哥。妈呀！程二锅捧着自己的脑袋，小五不是小哑巴了。小五，你可吓死娘了。小五，叫声四哥听听。小五，当哑巴的感觉怎么样？媳妇，我就说咱的日子不会一直苦吧，连小五都能重新说话了，上天还是待我们不薄的。程老爹是家里的顶梁柱，家里人吃不饱穿不暖，他心中已是愧疚不已。没银子及时救治小儿子，也一直是他心里的一根刺。对，也不知道三金的腿怎么样了。程大妈本来挺开心的，听到他这话难免哀伤。郑屠户帮我们照看了这么久的儿子，还没得到半分的报酬，不然卖掉些鱼还给人家点银子吧。年也快到了，咱家也不能这么做人。至于奶水，你真不用管那么多，我有的是，饿着水我也不会饿着闺女。程老爹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。不如先把程婶给的银子。不行，程婶已经帮我们够多了，这孩子就算不是程婶带过来的，我都会照顾他一辈子。若当真用了程婶那1两银子，我们成什么了？是，媳妇，是我糊涂了。床上的小女娃听了许久，困乏极了，看着这家人虽是贫困户，但品性倒是还不错，还乐意费尽心思给自己弄吃的，觉着这次总能活下去了。老四，你们待会包2条鱼，一条去隔壁花叔那换点蛋，一条到县里卖给管子换点钱。
正在逗妹妹玩的程家老四齐声应着：“知道了，爹。”不行，爹怎么能让大哥和老四去做这种事？他俩去不得让人欺负死，还是我和老四去吧。程和旺轻轻瞟了他一眼：“你去，还有人敢跟我们家换吗？”程二锅是整个村里出了名的暴脾气，身子板虎人，手劲还贼大。那也不能让他俩一起去啊！花叔家那个老娘精得跟个黄鼠狼似的，让他俩去能换到蛋吗？墙边的程大妈一想也觉得有道理，不如就让老二去吧。娘亲，程武阳钻到他娘面前：“我要去，我跟二哥四哥一起去。”小家伙失语那么久，重新开始说话，奶声奶气的，怪让人心软的。大老四、老二，你们带小五去吧。老大，你留下来处理只兔子，晚上给大伙解解馋。程大勇一直默不吭声，低着头，没有任何不快。都听娘的。自从脸上长了黑疤后，他基本就没怎么说过话。三人出门，直奔花叔花婶家。华叔在忙吗？是四牛啊，你们三个怎么来了？俺娘生了个妹妹，俺爹说让俺们来找您和花婶换点蛋，给俺娘补补。花叔闻言一愣，露出极为不可置信的表情。你娘伤那么重，还能生个女娃娃？四牛，你可别唬我。就是。屋内一个老妇人着走出来，尖嘴斜眼，表情刻薄。可别是你们家倒霉到顶，没了孩子，还全家得了失心疯，跑到我们家来抢东西了，想要蛋门都没有。老妇人更玩他们，转头训花叔：“大娃，把这小八字赶出去，他们到哪晦气。”老妖婆，轰！爷，别胡说。花叔轻喝了一声，转头又一脸歉意地看着三人。四牛啊，不是叔不帮你，是家里确实没什么粮食了。至于你娘的事，我们也很难过。我娘好好的，命大没小产，确实给我们生了个妹妹。叔您是个明白人，也没像某些上了年纪的那么尖僧刻薄。一家子窝囊废，生了又咋？能养得起吗？还是个女娃，了不起啊！你们一家子就等着饿死吧！程二锅憋不住，中气十足地吼道：“老妖婆，你别以为我不敢打你啊，小心我把你那嘴给缝上！”快来人啊！程和旺家的小扒手要当众抢东西，那死胖子要打人了啊！天理难容啊！还有没有王道啊？程二锅全身毛都炸起来了。俺今天一定手扒了你这个老妖婆！大哥、二哥别冲动。爷，你别乱喊了。娘，您快别说了。不好意思，花叔花婶，我们不换了。二哥，我们走。哼，我就说那条肥鱼喂狗都不能喂给这个老妖婆。肥鱼？就你们家也配有鱼？哈哈，你们家怕不是真的没了孩子，全家都得了失心疯了吧？大白天就开始做穷疯梦，怎么就不把你们家全都饿死算了？程二锅一把抢过小萝卜头手里的篮子，那鲜活的肥鱼当即露了出来。尖嘴老妇人也是愣了。程老四，你又去偷东西，其他家的人看看哟，谁家丢了肥鱼，又被程家老四偷了哟。够了，娘你闹够了没有？昨晚谁没瞧到程和旺那媳妇血流成那样，怎么可能保住孩子？程家老四向来就手脚不干净，那鱼能在他们手里，不是失心疯是什么？你不帮着你家老娘，帮着几个外人疯子，你是不是脑子被野兽踢傻了？一旁的程婶忍不住了，向前几步打发了围观的群众。大家伙别看了，都散了吧。程和旺的媳妇确实冒险生了个女娃，但就是流太多血，虚透了。我天还没亮就看到四牛和二锅去村外借奶水，不会是假的。这程和旺媳妇还真是命大，这样都能生得出孩子。可不是，只是5个他们都养不过来，何况是个女娃娃，也就是个赔钱的。村民们议论了一会，也都散光了。程武阳这才上前说道：“婶婶，我们可以跟你们换8个蛋吗？”1条鱼换8个蛋已经很划算了。程家村的人存不住肉食，但粗粮蛋类他们不舍得吃，非要囤着。小五，你能说话了？你的病好了吗？是啊，婶婶可以换蛋给我们吗？嘿，作愣，吃里扒外的臭婆娘，帮着外人是生怕气不死我吗？娘，您不是想吃鱼吗？不用的，怎么给您换鱼？8颗蛋，你们怎么不去抢？就2颗，哎，要不要？肉食本就稀有，那么肥1条鱼，只换2颗蛋，哪个傻子肯干？程二锅气一步打一处来，2颗，你这个老妖婆，连颗鱼眼珠子都别想舔。二哥、四哥，妖婆不想要肥鱼，我们走吧，她嘴好臭哦。程二锅闻言，嘴角忍不住弯起，默默朝小萝卜头竖起大拇指，随之扯着程四牛和程五羊离开。老妖婆一辈子都别想吃肉了。老妖婆生气地翻了个大白眼，一家子穷光蛋，生个女娃娃又怎么样？就等着给人当小妾，一辈子下赔钱命吧。花婶真是没眼看他，
眼神中透露出嫌恶。花叔也头一回产生了想拿把锄头给他的娘一榔头的想法。只见老妇人一个转身，右脚绊到左脚，直直的砸了下去。娘，你怎么了？娘，你没事吧？60、70岁的老太太，估计这辈子也就这样了。爹娘，我回来了。外面怎么了？那么吵，我刚刚好像听到老二的声音了。没什么，花叔他娘向来闹腾，争执了几句，现在都散了。老二没打人吧？放心吧，娘，老二虽然冲动，但是有小五在，他会克制的。对了，娘，咱们家妹妹叫个什么名号？这话成功转移了程老爹和程大妈他们的注意力，俩人满脸的笑容。我的女儿肯定的好听点，毕竟他们家锅羊牛啥的都有了，不能再来个这样的名字了。妹妹生得这么好看，都快把3D 比下去了。不能起的马虎，得好好想。不如就叫7月吧。好啊，老大你觉得呢？都听爹娘的。程老爹和程大妈对视一眼，悄悄地松了口气。另一边的程四牛三人换不到蛋，在路上唉声叹气。换不到蛋，娘和妹妹都补不了身体，这可该怎么办？二哥四哥，我有办法，我们可以去县里换。上次爹带我去县里做工，我看到有人换蛋。真的假的？当然是真的。三人急匆匆跑了一个多时辰到了县里，程武阳领着俩人直奔一宿肉馆门口。四哥，你快去照着我说的做。程武阳被程和旺带着来县里打过一阵子的苦力工，他那时不会说话，只能自己一个人蹲在角落里数石子。老板，听说你们这里需要一些新鲜的货。程四牛难得装出一本正经的样，我这里有最新鲜的鲫鱼，你要不要看看？你拿出来看看。程四牛直接就掀开挡布。老板你瞧瞧，我们也跟你说是称的，这鱼可是刚打捞起来的，新鲜的很。要不是想换多点吃的回去囤着过冬，我们也不舍得卖啊。素肉馆老板犹豫着询问道：几位想要换什么？老板，我们想要换8个鸡蛋，5个鸭蛋。那老板当即露出一副为难的模样。程四牛与程二锅都不敢说话，大眼瞪小眼。原先约定的是要8个鸡蛋。那好，日后若是又有这种鱼，你们必须得换给我。好啊，没问题。两个傻大个抱着鸡蛋鸭蛋离开，直到踏出店门，还是猛的。接下来卖另外一条鱼也异常顺利。饭馆老板看到肥鱼的瞬间，不等他们报价，就豪气的甩出100文钱。大哥，你掐掐我看我是不是在做梦？小五，你怎么会知道那么多事的？跟爹去县里打工看的，我不是说过了吗？四哥和二哥真笨。100文能给娘和妹妹多买点零嘴了。还有三哥，他每天喝药那么苦，是不是有甜糖可以吃了？他跟程三金是双胞胎，先后出生，自然念着他那哥哥。不过俩人一个长得黝黑，一个长得白嫩。当然了，吃完饭咱们就去看老三。三人满载而归回家。程老爹他们知道三人一路的事迹，直呼大喜，定要好好庆祝一番。我们家小五厉害了，有出息了，但以后得健健康康的，这比什么都重要。开门，快开门！没事，媳妇你在这坐着，我出去看看。柳茵茵，你还敢上我家？二姐，咱们快走吧，这程和旺可是个莽夫。姐夫这是什么意思？我和三妹听说大姐生了个闺女，好心来看望，你们父子是什么意思？诚心挑拨我们姐妹呢？呸！俺就恨昨天让你这泼妇上了门，害得青青流了那么多血。就你这样，配当妹妹吗？少来这烦我媳妇，快给我滚！要不然俺可不管你是不是女的，照样打你。说话可要讲证据。姐夫，雪天路滑，大姐自己摔倒在地，怎么还怨上我了？你们家这么倒打一耙，也不怕遭雷劈啊？柳成成见他那么说，也尝试壮胆朝屋内吼道：大姐，我和二姐来看你，你怎么能让他们那么对我们啊？这不是狼心狗肺吗？我们可是亲姐妹。你们闹够了没有？柳茵茵，你昨天有没有推我？你自己心里清楚，缺德事做多了是要倒大霉的。我现在看着你们就烦，少来我面前装无辜。柳青青，你怎么这么不识好歹？我昨天那是害你吗？我明明是在帮你。你看看你生的5个孩子，要不就是残废，再不然就是上不了台面的小偷，又或者是丑八怪一个，都饿死了。我善心大发救你，你瞧你那副恶心做作的模样，活该一辈子遭罪。陈二牛恼了，抄起扫把朝他抡过去。胡闹！敢说我娘，我饶不了你！来人啊！程家老二又打人了啊！程家那刚出生的小蹄子，别是还没喝奶就要给他哥偿债了哟！谁家闺女托生到他家就是倒了8辈子血霉。柳茵茵，你再敢骂我闺女试试！话落，他扑上前指着柳茵茵的头发。你以为谁跟你那不要脸的娘一样啊？你倒是高贵，最后还不是嫁给一个穷酸秀才，整天被搓磨。你以为大家伙心里不知道吗？敢骂我闺女，看我不打死你！够了，别打了！他一把扯开俩人，挡在他二姐面前。大姐，
我和二姐今天就是好心来关心你，身为姐妹，你真的太过分了。既然你这么狠心，我们也没什么话说。听说你家得了2条大肥鱼，你总不会自己吞着，不给自己的2个妹妹吧？这就是他们此行的目的。在这种时候，谁家看到肉不是两眼泛红光？你家那小贱闺女还小，不配吃什么好东西。那鱼我们就1人1条吧，之后我们也不会再好心来看望你了。柳程程说的理直气壮，一副他柳青青理所应当给他似的。柳程程，你这脸可真够大的，就你们2个也配吃我们家的东西？喂狗都轮不上你们。从没了孩子的那一刻，她们的姐妹情分就尽了。柳青青憋了几10年，终成了满腔的恨与怨。二锅，你赶快过去，把这2人给我撒出去，以后不用客气，赶上门就给我狠狠打。您胆，你要是敢这么做，我们就回去告诉爹娘。给我打，狠狠的打。好嘞。话落，他抄起扫帚，毫不留情地朝着2人的身体打去。2人一路骂骂咧咧，顾不得此刻的嘴脸有多难看，一个劲地往前跑。青青啊，这个给你们。花婶，别给我们了，今天也没换成。青青，你们也别怪俺娘，她实在是饿怕了，俺们囤粮也不多，但你那身体不能不补，回去打碗蛋汤温一下也行。花婶无奈地看了几人一眼，蹒跚地往回走。整个程家村也只有花叔花婶不会用异样的眼光看他家的几个孩子。媳妇，咱回屋吧。程大妈回了屋，冷得直哆嗦。媳妇，要不然让老大拿着那100文去请个郎中吧，你这身体也不知道怎么个回事。不行，我能有什么事？浪费这个钱干什么？今晚看看地窖能不能储粮，等的话得赶紧拿着100文去县里采买些粮食。光靠那几条鱼还有几只兔子，怕是撑不了多久。你才没了小6，这以后身体留下病根可怎么办啊？还有你现在身体那么虚弱，奶水怎么可能够？他爹真不用担心奶水，我也以为我这奶水肯定不够，可是奇了怪了，每次一抱起7月，我就感觉奶水充足的很，立马就能喂饱它。我们家7月乖得很，小小一团，我看着都心情好，没准是这样，我这奶水才能来得那么快。不过你这个身体不看郎中又不补的，不止我不放心，孩子们也不放心啊。真的没事，你出去吧，我照顾7月躺一会。大人都走了，那小团子紧闭着的眼也睁开了。呀，小7月还会装睡呀？你爹可啰嗦了，听得咱娘俩耳朵都要长疖子了。真是倒霉，果然摊上那没出息的程家准没什么好事。二姐，我们待会回家可怎么办？我那婆婆还指望能分点鱼肉呢。柳英英朝妹妹翻了个白眼，谁还管那婆娘能不能吃上？我们自己都饿得要死。再说你怕啥？你就把你家男人抓好，他那婆娘有什么好害怕的？忽然脚下一滑，他后脑结实地砸在了地上。二姐，你没事吧？就在他抱着头，精神愈发恍惚时，一道闪电又劈在了他的头发上。二姐，你等我，我去找人来救你。第2天一早，程四牛顾不得其他，拽着老爹的手往后院地窖处跑。老爹，喜事，天大的喜事！天还没亮，你发什么癫？没事别老学你二哥，整天咋咋呼呼的。老爹，俺爹呢？哎呀！说曹操道，程二锅那个大嗓门，就差没把整个村子里的人都吼醒。你小声点，可别把妹妹给吵醒了。对了，柳茵茵那婆娘被闪电劈毁容了，现在躺在床上半死不活的，柳程程吓得疯疯癫癫的。这信息量太大，程老爹一时难以接受。你从哪听的？可靠吗？当然啊爹，昨晚那些人就在传了，俺天没亮去打听，保准真实。程二锅脸上是毫不掩饰的幸灾乐祸，就差敲锣打鼓到处庆祝了。真是活该。程和旺冷静了下来，语气淡淡：你娘昨天也说了，跟那俩人没什么关系了，他们遭不遭殃与我们无关，别老嚼舌根，落得跟他们一样的嘴脸才恶心。果然天道好轮回，程老爹一点都不可怜那俩人，但也懒得去落井下石。你们俩起锅烧火，我去外面溜达看看有没有什么动物。爹，你别出去了，快跟我下地窖。下地窖？莫不是我们的鱼又没了？以往地窖里不管存放什么东西，超过几个时辰，那些东西都会坏掉。程四牛很激动，拉着他爹和程老二就溜达入了地窖。爹，你快看，那不大不小的地窖里，满地的鱼正在冰面上扑腾着。程老爹和程二锅看到这个场景惊呆了。天哪，我们家这地窖是凿了鱼塘吗？他上前2步，一把托举起老母鸭。你们看这里，老母鸭底下明晃晃的2颗大鸭蛋，更是闪瞎了他们的双眼。爹，大哥，咱家老母鸭终于下鸭蛋了。程老爹看着那2个鸭蛋，差点哭了出来，好几次都差点把那老母鸭宰了。如今竟然下蛋了。爹，可是鸭蛋就2颗，这要是跟地窖的鱼一样，
能够源源不断的冒出来就好了，这样娘亲就不用再因为粮食发愁，爹爹也不用在大寒天还跑到危险的山上了。没错，老四说的对。爹，既然有蛋和那么多鱼，你就不要上山了，这天气也是怪吓人的，大雪天走路上还容易被闪电劈着。是啊，爹你就别去了，俺和老四可以到县上搬运打杂工，不会饿到妹妹的，俺保证不闯祸。自从村里人上山接二连三的出事后，程老爹再去，一家人都提心吊胆的。他略微思索了一会，也没辜负2个孩子的好意。这样，你们2个包2条鱼，藏好了，别太引人注意。等天亮汤了，拿到半山腰给3金和正屠户，我带5羊去县里换粮食，你们把100文也带上，再跟人正屠户好好道个谢。知道了，爹。程大妈看着面前有自己2个巴掌大的鸭蛋，目瞪口呆。天啊，这么大！这是我们家那只老母鸭生的。那还有假，老母鸭开窍了。娘，我和爹还出去换了很多东西呢。袋子里有玉米等各类杂粮，5、6种，满满10斤。天哪，100文能买到这么多东西？可不止100文，还剩下200文哦。昨日那100文，我让老2送到山腰那里还给正屠户了，还让老4拿了2条鱼上去。你们到底怎么换的？县里谁愿意花那么多钱和粮食换一条只能饱2餐的鱼啊？这要是说城里的，他也就信了。不过就那小破县，应该没人愿意换。这还要多亏了小五媳妇，咱家小五以后一定不得了。我每次去县里打工都捎上他，没想到还真捎对了。你别看他小，县里有多少门道，哪家有什么要换什么，他比我们还门清的嘞。小萝卜头有感容焉。娘，我厉害吗？程大妈眼眶湿润的点点头。我们家小五当然厉害了。那可不，你是没看到，小五带着我窜到每个饭馆里换粮，从那么多鱼里挑出最贵的2条，换了一堆粮，最后还切了1小块鱼肉，换了1小块鸡肉。我们家小五啊，就是被我们给耽误了。他爹等到时有了余钱，咱一定得想办法让小五上学堂去。我不要去，有钱给3哥哥看病，接3哥哥回来。小五只要3哥哥，反正识字，娘和3哥哥也会教的。程老爹和程大妈听着这番话，愣在当场。父母得多没用，才让自己6岁的孩子说出这种话；得多废物，才让自己的3儿子连治病的钱都没有。小五，你放心，爹一定让你有书读，让你3哥治好病。不管明日有没有大雪，我都得开始到县里做劳工，每天勤恳干到黄昏，也能有10文钱。娘也能做，等娘好了，白天跟你爹去县里做工，小五在家看着妹妹好不好？程五阳摇头，不好，小五跟爹去县里打工，娘照顾妹妹，妹妹只要你。每次我摸妹妹，妹妹都躲开。小家伙语气还怪低落的。程大妈笑了，耐心解释道：妹妹没有躲开，妹妹是小，吃饱了要睡觉，不是故意不理你的。而且小五是哥哥，7月是唯一的妹妹，我们全家人都要保护她，宠着她，知道吗？程五阳当然愿意，他从来没看过这么软香的妹妹。我知道，小五要赚很多钱给妹妹玩。听到这话的小7月睁开眼，认真的盯着他看着。媳妇，你别说，咱家7月可讨人喜欢了。那当然，这可是我的女儿，是咱的宝贝疙瘩，这辈子就7月1个女儿就够了。你还整天说我忘记5个儿子呢，你看看你现在还不是一样？看着如此可爱的娃娃，屋里的几人欢快的笑着，这真是老天爷给他们家赏了一笔宝贵的财富。小女孩刚出生就被亲爹丢弃，被产婆送到有着5个儿子的农家收养。刚到来的小福星就让这家人地窖里的鱼多的卖都卖不完。卖鱼了，新鲜打捞的鱼，大家快来看看。小五，这么叫有用吗？这不是有很多人在看我们吗？四哥，你再喊的大声点。卖鱼了，买3斤送半斤鱼了，新鲜的大鱼随便挑随便买。我们没秤杆啊，哪知道多少斤？况且买3斤送半斤会不会亏了？四哥你就放心吧，我的手称的准着呢。证书给3哥调药渣子的分量都是我估的。我们这么多鱼，不这么卖很难卖出去的，价格贵个几文就是了，反正也肯定比在县里划算。很快，一个妇人踌躇着站定在他们面前。新鲜刚打捞的，买3斤送半斤吗？你们这鱼保鲜的吧？姐姐们看看，我家这鱼都是我哥和我爹连夜打捞的，鲜得很呢。姐姐，这鲫鱼可补了，我娘前些日子生了妹妹，连续喝了好几碗鲫鱼汤，那身体倍好。那你说说，我抓的这条多少斤？姐姐手里的鲫鱼5斤半，可肥美了。那妇人掂了掂手里还在垂死挣扎的鱼，逐渐在她一声声姐姐中迷失自我。
你这小滑头估得还挺准，那我买6斤，能否送我1斤？当然没问题，姐姐掂掂看，这可有近2斤呢。好，就这2条了，多少银子？姐姐这么好看，1斤只收您35文。那倒也还可以。妇人脸上挂着笑，心里喜滋滋的。另一边客栈门口的程老爹和程二锅就没有俩人那么顺利。一边去，这里可不是集市，挡了我们大人的路，你们的小命可赔不了。你们怎么回事啊？不买就不买，不会好好说吗？砸我们的东西算怎么回事？贺大人，陈大人，贺大人，怎么卖个鱼都能撞到这个抛弃子女、人面兽心的禽兽？陈大人此番不多留就要离开了吗？大雪路难走，不如大人多留几日。我说过要走了吗？不过是客栈里闷得慌，想出去逛逛。贺大人这都有意见，提醒贺大人，知府夫人刚离世，最好看好府中其他妾室，莫惹得御史大人不快。陈大人多虑了，府中一切安好。还真是贺图，原来他就是小七月那个丧尽天良的亲生父亲。你们在这里做什么？陈二锅是个不懂事的，没见过什么大人物，起身就开始指着一旁的2个带刀护卫告状。还不是你的人，我们摆着鱼筐卖鱼，那俩人直接就把我们的鱼砸在地上，这算什么意思啊？还讲不讲理了？二锅，别乱说话。你们是卖鱼的？新打捞上来的，大人要不要看看？好啊，你们这筐鱼我全要了。这话把陈和旺父子俩吓傻了，愣愣的抬头与他对视。你们俩把鱼抬到后厨，今晚给弟兄们加餐。陈大人说完这句话，直接就上马离开了。爹，俺不是在做梦吧？这鱼竟然卖了10两银子！还有鱼吗？贺图不知何时也站在了俩人面前，居高临下，一脸和善，嘴边的笑却始终入不了人心底。有啊，大人，就在前面集市，大人要不要也来条鱼？我们的鱼可鲜了，保准您。不必说了，跟方才的大人一样，也送一筐到本官府上，青州知府衙门，知道了吗？陈二锅一愣，缓了几秒，才慢慢的点了点头。对啊，咱们发财了。你怎么就收不住嘴呢？跟这种人做生意，也不怕半夜被鬼缠身？爹，你胡说什么？那可是青州知府大人啊，哪有送上门的银子还不赚的？咱就先把那鱼卖了，赶紧回家要紧。话落，他撒腿就朝集市跑，笑得没心没肺。老四，剩下这半筐鱼，知府衙门的大人要了。连知府大人都买我们的鱼啊？听说青州知府贺大人心的可好了。小五，咱快收鱼，给大人送过去。一会到了衙门，你们不要乱说话。爹，放心吧，知府大人那么好一个人，不会忽悠我们的。城里的人可比县里和村里的人好多了。你们也算幸运，我们大人人善，又恰好碰到连房夫人产后进补，才把你们这鱼买了。要不然这天气，你们卖鱼得卖到什么时候？哎，大人，知府夫人不是已经……我们府内又不止一位夫人，那知府夫人走了，不还有连房侧夫人吗？我们大人可疼侧夫人了。连房夫人现在跟正夫人没什么两样，你们待会要是不小心遇到连房夫人，可得机灵点。这贺图果然不是个东西，正妻才死了多久就要扶正测试了，真是晦气。好了，数数看，整3两银子。不对，管事的眼睛扫视过他们几人，默默的又把3两给夺了回来。你们才半筐鱼，怎么能拿3两？就1两半足矣。大人，方才入门说好的最低3两啊！管事的狠狠瞪他们一眼，牛哄哄的吼道：“你们什么脸皮？我们大人好心好意买了你们的鱼，要不是有我们大人，你们现在不知道要卖多久，心里没点感恩，还在这漫天要价。当真以为我们好欺负吗？”陈二锅本来想发脾气，被陈老四拦了下来。施大人说的是，大人别生气，我们这就走。程四牛心里门清，这里是知府衙门，没得说理，他们只是卖鱼的，也没人会帮他们。管事的不屑一笑：“这还差不多，赶紧走，别在我们府里逗留。看你们一个个的浑身腥臭味，可别熏着我们连房夫人。”要不是经历了小七月和卖鱼的事，程老爹也不会想到赫赫有名、儒雅人善的贺图是这样的人。几人马上离开这里，后院处却传来了一阵吵闹声。这鱼新鲜才钓的，你怕就别过去了。叫什么叫？大人，这鱼差点蹦到妾身身上，妾身实在害怕吗？那你就啊呀呀的喊嘛，真是放肆！他话音未落，右半边脸就结结实实的挨了鱼一巴掌。夫人一阵惊叫：“来人呐，快来人呐！”原本好好待着的鱼，不知道成了什么魔，蹦起来往人身上砸，直直的甩到贺图的脸上，当即就把他打懵了。妈耶，蹦得也太高了，这鱼成精了吧？小声点，我们快走，免得他们到时候硬要抢回银子。爹，那贺大人真是活该，没想到知府衙门的人会当面一套背后一套，这下终于明白爹爹你为啥不开心了。爹爹，这衙门的人还不如百姓呢，那些买鱼的大叔大婶们
个个和和气气的，也没怎么讨价还价，更没对咱们露出一个嫌弃的表情。你们还小，有些事不是表面那么简单，有时候这些人就是做样子来给我们百姓看的。真正的好还是坏，我们都不能只看那么一次，看着是好人的，也可能是坏的；看着像是坏人的，也可能是善良的。臭女人，你来我家做什么？还不快滚开！四娘，你这孩子真不懂事。我可是听说我那大妹子生了个女儿，特地拿了2碗奶水过来看她，你直接就把我堵在门口，死活不让我进去。这几天没见，都生疏了吗？连婶，你上次给我们的奶水几乎都是血水，我们没上门找麻烦，你怎么敢上来挑我们的不是？哎，你个小兔崽子，你怎么胡说八道啊？我好心给我那大妹子1碗奶水，你怎么还这么不识好歹呢？你那碗是血水，是我们用1块鱼肉换的。青青啊，快出来看看你家老四，越来越没礼貌。你我都多少年的姐妹情谊了，这小兔崽子才多大啊，狼心狗肺的。柳青青听到动静，慢悠悠走了出来。青青，是我啊，你这么快就不认识姐姐了吗？有什么事进来说吧。程家关门不给看热闹，村里人也只能扫兴的退回家去。程大勇抬眸的瞬间，恰好与花老太婆对上眼，真是个丑东西。程大勇一愣，下意识捂住自己的脸。大哥，别听那老妖婆胡说。张氏不屑一笑，小扒手，瞪什么瞪？小心眼珠子都被人挖掉。你也一把年纪了，接点口的吧，毕竟你现在这副模样，也没比我好到哪去。张氏知道他在骂自己乱七八糟的老脸，被气得炸毛了。你这个嘴里不干净的丑八怪，你看你这富贵模样，当上门女婿都没人稀罕你，别人家19都娶媳妇了，你有骂你丑八怪，多作妖，丑还敢出来见光，也不怕大白天吓死个人哟。程小五拿起一块石头，瞄准张氏，快准的打过去。小兔崽子，你干什么？老妖婆，丑八怪，叫你欺负我大哥，打死你，打包老妖婆的脑门。小哑巴，你个拖油瓶，迟早天雷收了你个小兔崽子！爷，你在干什么？还不赶快回去！花叔花婶听到外面动静了，不由分说一把扯过他娘的手臂，硬拖着他往屋里走。大哥不听老妖婆的话，二哥说了，他就是个屁，打爆他脑门。好，大哥知道了。林家花，你干什么？现在就要撕破脸是不是？柳青青，你别装了，你怎么就那么小气呢？好歹姐妹一场，你这里有3条鱼，给我1条怎么了？林家花，你更没脸的，要不是顾念而是情谊，老娘早就跟你撕破脸了。这些年你占了我家多少便宜，暗地里又怎么骂我的儿子？你以为我不知道吗？我这鱼今天就算是喂狗，也不喂你这种贱人。林家花自知势单力薄，打不过程家这几人，心里又气不过，眼神就落在了床上孤零零的小女娃身上，大掌发泄似的朝那白花花的小脸拍了下去。小奶团哇哇大哭，清脆的响声让人听着心慌。林家花还没得意一时，身体就被一只脚踹到了地上。你个死肥婆，敢打俺妹妹，俺踢死你！另一边的小七月委屈的直掉眼泪，下一秒直接落入一个温暖的怀抱，一张俊朗精致的脸庞出现在了自己面前。三金，三金，你回家了？爹娘，六妹没事。那你的腿？我的腿也没事，但妹妹被打了一掌，应该是吓坏了。程大妈双眸通红，气得咬紧牙关。林肥婆，老娘跟你拼了！死肥婆，你这么多年占我便宜，如今还敢打我女儿，我要宰了你！程三金淡淡的扫了一眼小奶娃，也不知是不是他的错觉，小家伙好似故意在他眼前表现得很委屈一样。他娘，为这种人道出人命不值的。程大妈出了口恶气，纵使此刻她像个疯婆子，她也乐意。林肥婆，从今往后你别再想占我一分便宜，你要再敢乱嚼舌根，我就把你以前在柳秀村勾搭男人的事都宣扬出去，我看到时是谁更没脸。林家花被打得鼻青脸肿的，我要到县令那告你们，告你们打人。你去啊，你刚刚在门口喊的那些，谁没听到？你自己找上门的，我们打你，谁能给你作证？你以为你那风评会有人搭理你吗？你回去看看你家男人，看他会不会管你这个死肥婆。林家花捂着脸颊，被他气到双手颤抖。柳青青，你怎么那么不要脸呢？你这种人还好意思说我不要脸？我呸！我顶多撑死是瞎眼，竟然跟你这死肥婆做姐妹，真是脏死我了！以后再敢踏进我家门，我就打死你个肥婆！老二，把这不要脸的林肥婆打出咱们家，别在这碍眼。好嘞，爹。话落，他当真抄起扫帚，追着林家花身后，把他往村外的方向赶。呸呸呸！一家子下等人，穷酸鬼！我就等着你那宝贝闺女去给人当妾，给人便宜卖，一辈子都抬不起头。程家村和林家村离得并不远，他却硬生生走了半个多时辰的路，雪花漫天飞舞。林家花终于察觉到不对劲了。我这是到哪了？
突然一阵狼嚎袭来，啊！救命啊！来人啊！他的后面是10几条，甚至更多的野狼，巨型的野狼对着他的身体一顿乱滚，诡异的吼叫声伴随着女人惊恐崩溃的啼哭声，响彻整个山间。小女娃刚来到这个家，家里的瘸腿三哥就不瘸了。爹娘，你不知道，俺看到三弟站在山腰的时候，像死了都，还以为大白天见鬼了。老二，你整天就知道胡说八道。俺这不是心疼三弟吗？把俺给急的，差点掉2斤肉。三哥，俺都不好意思叫你哥，俺看起来像是你哥。这番话绕的，让人一下子不知道他在说个什么东西。四弟长得壮实，身高可跟我一边高，不过这脸嘛，比我老点也没什么办法。三哥的嘴巴依旧这么嘟。爹娘，你们是不是记错了啊？我和三哥是同时出生的，没准我比他还先出来。程老四还是不愿意接受程三金比他大这件事，逮着他爹娘，不甘心的再问了一遍。不用想了，你就是长得比3金显老，没什么特殊原因。他娘亲的最后一句话彻底打破他所有的幻想。爹娘，我这病让你们操了不少心，如今我也好了，得替家里分担一些，不能老躲在山上，靠你们养着我。三弟别这么说，你这腿刚好，可不能干什么重活。再说家里也没多少活，我们能干，你得好好养着。就是有你二哥在，还能轮到你。三哥你就放心吧，俺虽然没你长得好看，但懒中用啊。咱爹娘说了，俺从小就力气大，出生的时候把你硬挤出来，还把你挤生病了。你就放心吧，俺会对你的后半辈子负责的。听到这话的程家父母都沉默了，看程四牛跟看个傻子似的。第二日，太阳渐渐升起，是一个难得的好天气。程老大独自一人坐在一间窄小的屋子里，使劲地扒拉着自己的脸。程大妈连忙2步上前，握住程老大的手。大勇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娘我没干什么。程大妈心里都明白，心疼地摸了下他脸上那一大片的黑疤。大勇，你别着急，等过了这个冬天，爹娘就带你到城里看看，一定有能去掉这个黑疤的。娘，我不要，别浪费这个钱给弟弟妹妹读书，我不用治脸。他此刻很想逃离，不想再继续这个话题。娘要烧热水吗？我来帮你。程大妈看着他落荒而逃的背影，心里极其不好受。家里开始慢慢好起来了，可是他的大儿子还活在阴影里。所有的弟弟们都敢随意走出去，他不敢。程大妈把事情忙完后，带着小七月出去遛弯。大妹子啊，你今儿个有没有听到那林家村的林家花满身血被抬回家？哎，你说奇不奇怪？林家花昨在山上，听说身上的肉都差点被狼给啃光了，浑身没一处是好的，半死不活。林家花也不知道是不是遭某些人报复了。要我说，某些人真是恶毒，估摸着关大爷该上门来好好审审那些人了哟。他话里话外都在说是程和旺一家把林家花弄成这副鬼模样的，这是硬要把尿盆子往他们家身上扣。张老婆子啊，我这怎么有点听不懂呢？你快给我详细讲讲。这有什么好听不懂的？村口的李大娘发声了，眼神不屑，语气轻蔑。林家花来咱村，不就是惦记上程和旺家那条肥鱼了吗？你看张老婆子，原本8颗蛋就可以到手的肥鱼飞了，一大把年纪都那么嘴馋，更何况是那林家花，出了名的爱这些野味。他舔个脸上门抢东西被赶出去，那幕场景我在村口可看得真切着呢。人程和旺一家就只是赶他自己昏了头脑往山上的方向走，还被野兽叼了狂咬，怪谁？张氏那张丑陋的老脸当即就黑了下来。这李大娘不是在当众打他脸吗？暗戳戳地说他惦记程和旺家里的鱼。那又咋样？这么多年来，谁家摊上那倒霉的程和旺一家不是摔到顶？林家花跟他们家来往密，最后不还是倒霉的被野兽叼走了？那一家子人就是一堆灾星，是来克咱村人的。柳青青的脸在顷刻间冷了下来。张老婆子，你不能因为我家不把鱼换给你，你就使劲的往我家泼脏水吧？一把年纪还不知道积口德，也不怕大白天的被雷劈。哎呦！李大娘眼看着张氏要发飙了，连忙笑着说道：“何旺他媳妇啊，你说你也不对，这张老婆子今年都70了，本来就爱胡言乱语。你说你个年纪轻的，跟他计较什么呀？”就是啊。一边的半大姐借机插话，满脸戏谑。青青妹子，老婆子年纪大，只是误会了呢。你家又比较倒霉，张老婆子也爱乱想，可不就得说你们2句吗？你们听听就是了，哪有跟老人家计较的道理？一旁的李大娘脸黑了，瞪着半大姐，这婆娘是故意接自己的话，使劲踩成和旺一家。按半大姐这个意思，那张老婆子日后说你家老大是个矮矬子，说你家老二是个黑豆子，下半身还不行，你也不能跟他计较了。这话把半大姐和张氏都干沉默了。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我什么时候说过这样的话？
柳青青不屑一笑，连个眼神都懒得分给他。张老婆子，你自己有没有说过这些话？左邻右舍应该都挺清楚的吧？就是不知道半姐你清不清楚呢？半大姐脸已经黑了，拳头都硬了。没想到她放在心肝上的宝贝儿子，也被张老婆子那么骂过。怪不得呢，我就说咋张老婆子长得越来越吓人，原来是嚼舌根嚼的。啊呸！话落，她气愤地转身回屋。真是晦气，看戏看到自己头上来了。张老婆子瞪了李大娘和成大妈一眼，拐角回屋又摔了个跟头。哎呦，张老婆子哟，走路小心点啊，这要摔傻了可就嚼不了舌根了哟。村里看热闹的都被张老婆子这副模样逗笑了，就差没上前踩着她后背疯狂报复2下，毕竟哪个邻居也逃不过她的嘴巴。柳青青站累了，抱着小七月回屋，刚打赢了一场胜战，整个人神清气爽。七月，看到外面那几个坏人了吗？以后啊，千万别跟那2个人一样，也不能跟娘一样，咱们不学那些难听话。你看那几个坏人，就是说了那些不该说的话，才摔跟头的，这就是报应。所以说那些是不对的。程大勇在一旁闻言，忍俊不禁。你呀，六妹才多大，她哪听得懂你在说什么？你不懂，我们家七月聪明着呢。小七月眨了眨眼睛，眸光贼亮，弯着嘴唇送给他娘一个大大的笑容。小七月一家吃烤鱼了，那扑鼻的香味把隔壁的老太婆馋得直流口水。爷，吃饭吧。2个没出息的废物，你看看你娶了个什么东西，天天除了这白米饭，其他的什么都没有，隔壁肉香味都飘过来了。你是想饿死你老娘是吧？爷，要是没我婆娘，你现在可能连米饭都吃不到。这些米饭都是她到县里赚的。新年那晚你躺着休息，她还在县里搬重物，点头哈腰赚2米。那也不能每天只吃这些白米饭吧，一点菜都没有，谁吃得下去？你能吃就吃，不能吃，我们还能再吃1碗。别人家有肉也是自己勤劳去抓的，跟我们没关系。一个个孬种，没一个有用的，我这下半辈子也指望不上你们。你有完没完？花叔暴怒，抢过饭碗，再骂就滚出去。花婶仍坐着不为所动，2只浑浊的眼睛却湿润了。家里有这么个老怪物，这日子过得还不如去死。程老爹一家听到声音，纷纷感叹。第一次听到花叔这么生气，花叔没事吧？他们处境难，家里又摊上一个不省心的娘，没好日子可过。老爹，要不然咱们偷偷给花叔花婶弄点吃的。大哥，那张老泡子能让他俩吃吗？行了，咱就别管了。送是不可能送成的。4牛，你待会白点鱼给村口的李大娘一家尝尝鲜，人家昨儿个还给7月送了好几件衣裳，咱不能白拿人家的。李大娘人活得很随性，家里开了个小铺子，不愁吃喝，算是整个村里最富有的人了。李婶婶，俺家昨儿个去凿了前面结冰的小池塘，捞到2条鱼，烤了给你尝尝鲜。4牛啊，你们家还真是客气了。程4牛是个懂事的，也偷摸着上前给李大娘塞了个超大版的鸭蛋。婶婶可别说出去，俺偷偷把家里老母鸭产的鸭蛋捞出来了，你快吃。李大娘笑了，头一回见着那么大的鸭蛋，还挺稀奇。你家老母鸭现在都能下蛋了？那可不，1天1个，刚好够俺娘吃。那你还敢捞出来给我1个？俺娘知道的，她可同意了。那行，快回去吃饭吧，替我谢谢你娘。不用谢，婶婶给俺妹妹好多漂亮衣服，俺们要谢谢你才是。话落，他就笑着傻乎乎的走了。村长家有2个儿子1个女儿，此刻正在拐角处等着他。喂，程扒手！村长家大儿子直接就用石子砸向程4牛，锋利的石子直接划破脸颊。程大狗，你脑袋被驴踢了吧？你个死扒手骂谁呢？俺娘说了，你就是个小窝囊废。你那刚出生的妹妹，以后都得来给俺当洗脚工踩脚底的。你还敢这么骂来？俺现在就好好收拾你！程4牛直接爆火了，我先撕烂你的狗嘴！程4牛直接就是一勾拳，把弱得不堪一击的程大狗打趴了。大哥！村长家另外1个儿子和女儿惊呼，看着满身戾气的程4牛，3人犯怵了。程大狗，你以后要是再敢骂俺家妹妹，我就把你打到家都回不去。话落，一个狠劲把人甩出去。你们都别惹来，俺看你们也是不顺眼很久了。程4牛拍手走人，等快到家了，才后知后觉得有点害怕。哎呀，这鱼可香了，妹妹是不是看馋了？我说老三，你咋老抱着妹妹不放呢？二弟你就别馋了，妹妹被3弟抱着就乐，感情好着呢。一家子其乐融融，直到程4牛走了进去，程3金抬头看到他，眼尖的瞄到他脸上的血。4牛，你的脸怎么了？老四，谁把你弄伤了？俺现在就去揍他。4牛啊，到底怎么了？爹娘，我闯祸了，我把程大狗给揍了。接着他向家里人解释事情的经过。程老爹他们没有说话，好像在思量着什么。那程大狗，老子下次见着他，一定打爆他的脑袋。村长的婆娘有点麻烦。大哥，他能有多麻烦？程3金反应最淡，
甚至还有心情朝怀中的小七月笑。如果没记错的话，5年前打猎旺季，村长在山上被野猪袭击，是四牛救的他吧？命都是四牛给的，他婆娘能干什么？再说了，老四脸上的血不是还在吗？咱有理，不怕人。就是三弟说的对，他家敢来闹，俺就把他一整个家里人的脑袋都打爆。程大妈无语的看了眼他，直接毫不留情的戳穿。5年前村长被野猪袭击，你躲在你四弟身后。俺哪有那么不争气？老二，你长了一身膘不说，怎么看起来唬人？真打起来那么费劲呢？一家人哈哈大笑，甚至都不把程四牛打了成大狗，这是放心里。他们不想吓唬程四牛，大不了真有什么事，为父为母的去扛就是了。入夜，张老婆子又偷摸黑溜进了程老爹家里。我呸！竟然还把地窖的门给锁上了，迟早天雷劈死你们一家子才行。张氏小声骂骂咧咧，半晌后才心不甘情不愿的准备离开。呀，他家什么时候多了2只小鸡崽子？张氏饿得出现了幻觉，盯着小鸡仔，忍不住吞咽口水。现在我就抓1只回去开个小灶给他炖了。原本的小鸡崽子变成一只大肥鸡，体型庞大，长得比围栏还高。这是大半夜见鬼了，你别过来啊！鸡嘴很大很尖很长，不断的往他身上戳着。死开，快死开啊！张氏抱着头一顿疯叫，那鸡的嘴戳在他身上，一个个孔，戳得他一身老皮剧痛。听到动静，程老爹家几人一起出门，直奔后院。这个老不死的妖婆怎么在这？难不成是来偷我们家东西的？爹，程三金突然指着张氏身旁那团小东西，小鸡仔在那。程老爹上前抱起小鸡崽子，程老二气愤地朝着他连踹2下。老妖婆又来偷我家东西！张老婆子过分了吧？张氏终于意识到自己的处境了，脑子乱糟糟的，不过反应却是神速。这是呢？我怎么在这？你们谁啊？谁允许你们闯我家了？装傻是吧？程二锅被气笑了，手中的扫帚直接往他身上抡。装傻，让你这老不死的整天害人，打爆你这个老妖婆！小废物崽子，敢打我，我饶不了你！花叔花婶家就在隔壁，听到动静后慌乱中也闯入后院。奶，你够了！花叔眼冒凶光，甩了他娘一巴掌。你发够疯了吗？张氏被打懵了，心内一阵慌，但这并不妨碍他准备开始满嘴跑火车的狡辩。我睡着睡着不知道怎么就来了这。程老爹怕村里人都被惊动了，不想让花叔花婶太难堪。花大哥，先回去吧，有什么事明天再解决。他知道程和旺是好心，转头对花婶道：“你先带他回去。”花婶冷淡的点了点头，毫不留情的扯着他离开。一旁的花叔沉默了一会，直接扑通一声跪在地上。花叔，花大哥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快起来，这哪有你跪我的道理？我家婆娘要是看到了，不得打死我？花叔摇了摇头，是我家对不起你们家，俺娘跟个疯子似的，给你们惹了不少麻烦，现在还做出这种畜生都不如的事，都是我看不牢。程和旺愣了一下，没吭声。明天我带着他上门跪着道歉，之后我会把他绑在家里，绝对不会让他再祸害你们。花叔的眼眶在那一瞬间红了。何旺，你能不能不报官？张氏找死，干出这种事，就算程老爹一家要报官抓他也是理所应当的。程老爹悠悠叹了口气，花大哥，你都这么说了，我还能说什么？说句实在的，你娘做的那些事真不是人干的，但我也知道这跟你们夫妇没什么关系。我家老大和老二小时候也没少麻烦你们夫妇，如今我哪能真报官祸害你？这事就这么算了吧。程老爹细想了下，花叔的面子他得给，况且他们也没造成什么损失，道歉也免了，你回去教训下得了，就是日后真的得看牢了。花叔明白，低声一句句道着歉，顺带感谢他的宽容，之后便一瘸一拐的回家了。程二锅心里不是滋味，那老妖婆命真大，这么折腾还没死，而且还有精力出来折腾别人，连累自家人。就是苦了花叔花婶，也不知道他们那日子什么时候是头。辛苦养大的小鱼仔全死掉了，小五一个人坐在小河塘边嚎啕大哭。你怎么了，老五？我精心养了10几天的鱼苗都搁浅在岸上了，鱼苗都已经烂碎了。奶奶的，是哪个孙子干的好事？一定是那个老不死的妖婆干的。莹莹呢？上次就应该报官抓那个老妖婆，就不应该放过那老不死的。五弟，别哭了，我们去找那个婆娘算账。出来，老妖婆快出来！四牛啊，你们这是怎么了？华叔，俺们是来找你娘的。何旺，这是怎么了？黄大哥，花大姐，我家那小浅塘养了快1个月的鱼苗被人捏烂了，你们可以跟我们去看看。花叔花婶闻言一惊，四目相对，那个心一下就提到了嗓子眼。捏烂鱼苗，那可不便宜。何旺家的，你们那臭嘴少放马屁，小心我到县太爷那告状。你们家有没有证据？没证据赶紧滚！燕，你住口！你到底要做多少丧尽天良的事才满意啊？
你个没良心的，你竟然相信外人的闲话，不相信你娘，老娘白养你了。何望，我家那1亩田产粮食还是很好的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我愿意用那1亩田偿还。还有那个鱼塘，我娘毁了它，你们要是愿意，可以把我们家浅塘拿走，是我对不住了。他这是认定了张氏毁人家浅塘，准备拿家里仅剩的能产粮的田地和浅塘赔给他们。你敢？你个没良心的！爷，你毁了人家那么多东西，不拿那些还，是准备拿你自己的命还吗？张氏嚎哭着坐在地上，没天理，没天理啊！根本就没有证据，就说俺毁了他们家那小破塘。那小破塘能干什么？还当真以为扔几条破鱼苗进去就能养大鱼了？真是世风日下啊！何望家不要脸啊，欺负上门了都。华叔他娘，我们确实没证据证明你毁了我们的鱼塘，但那晚你偷摸进我家院子，还准备偷我家鸡，被发现后也是装疯卖傻不肯认，这可是全村人都看见了的。如今我们家鱼塘被毁了，我们除了怀疑你，还能怀疑谁？程三金淡漠的目光扫过他那张脸。你现在嫌疑最大，光听你说没有，我们可不信，除非你自己拿出证据。张氏听到这话，低着头，眼神乱瞟。拿不出就只能报官了。昨夜你潜入我家院子偷东西，这件事也是板上钉钉的，我们也有理由怀疑你偷鸡不成就直接毁鱼苗。陈二锅就爱听他三弟说话，怒对老妖婆：疯婆子，你不说，俺可报官了。不行，我可说好了啊，你们家那破鱼塘成什么样都跟我家没关系。我昨夜瞧到村长他婆娘领着程大狗在你家鱼塘那晃，至于谁弄的，我可不知道啊。院子里听到这话的人都沉默了。何望家的，你们别欺负我们一家没个年轻人，就可这净污蔑我们。那破鱼塘跟我们没任何关系。就算那鱼塘跟你没关系，你上俺家偷鸡的事怎么说？少把自己说的那么无辜可怜。何望，要不我跟你们走一趟村长家，我们把事情搞清楚。无论如何，我家也有错，该我们赔的，我们一分不能少。来到村长家，回应他们的是村长的婆娘李肥妞。干什么呢你们？村长家婆娘，我们是来问你们点事的。李肥妞用轻蔑的眼神扫过一众人，最后停在了程家老三身上。哟呵，这不是何望家的小瘸子吗？怎么下山了？不瘸了，还长那么俊了呢？别是在山腰那被人给换了吧？他的话语中带着浓浓的嘲讽意味。花叔花婶听了都得皱眉。村长家婆娘，三金他爹娘本来就长得好看，他长成这样也没什么奇怪的吧？李肥妞听着这话，扯着嘴角冷笑。好看有什么用？吃得饱饭吗？生的就个好看吗？还不是得去给人做奴仆？我们家青青什么都不用干，就算全家砸锅卖铁，也轮不到他去当奴仆。李肥妞翻了个大白眼，懒得理他。村长不在，你们走吧。这时程大狗窜了出来，躲他娘身后吼程老四：程四牛，你来干啥？程大狗，俺问你，是不是你捏烂俺家鱼苗的？哈哈哈，害怕了吧？程小扒手，这就是你打俺的下场。下次再敢打俺，俺把你家那小破屋都烧了。你给我闭嘴！娘，你怕什么呀？俺爹可是村长，那小扒手的爹就是个抓不到猎物的小破屠户，有啥了不起的？还不是得听俺爹的话。大家伙都听到了，就是村长家大儿子程大狗捏烂了俺家鱼苗，俺这就去县里报官，到时看县太爷怎么处置。程何望，你不准去，俺家大狗胡说八道的，小孩子乱说话你不知道吗？你家可没有证据啊！程大狗见他娘慌，自己也不敢说话了。程三金见状，悠悠道：那也简单，直接报官就好。咱这里的县太爷很负责任，村里就这么多人，查一查，总能有点头绪。只是不知道恶意毁坏粮食，破坏别人家的东西，用不用吃牢饭，得花多少银子打点呢？李肥妞一向欺软怕硬，报官两字听得他腿都软了。也就是在这时，家里男人回来了。村长，你可算回来了，你家大狗惹大祸了。这村长听到事情的经过，气得脸都绿了。真不是个东西，还不给人道歉！好啊，你个杀千刀的，凶什么凶啊？我给你生了这么多个孩子，容易吗？他家那鱼塘能养什么鱼啊？到最后不还是烂了发臭？明摆的就是讹咱家，你咋就搞不清楚状况呢？程三金冷着脸，寒声质问：我家鱼塘能不能养活鱼是我们的事，干你们什么事？怎么这年头当村长的家人就可以随意闯进别人家，恶心肠的捏烂别人家鱼苗吗？你要是按这么说，那我们可就不给村长面子了，大家直接走官府。程三金，你想干什么？程大狗刚刚自己承认捏了我家鱼苗，俺三弟要他去见官府，有什么不对？村长连忙上前做低姿态：何望你们家别这样，我家那大狗不是个东西，糟蹋粮食本来就不对。我家婆娘就是个没脑子的，她嘴里的话跟放臭屁似的，
你们别跟他们计较，我道歉，我替他们道歉。村长，我们要他们道歉。那必须的，你们2个还不赶紧道歉？闯那么大祸还不知道错吗？再不道歉就给我死回娘家去，我不供着你们母子了。那母子再不情愿，也得认清形势，乖乖道歉。村长听到后，才终于松了口气。真是对不住，都是我平时没管好。3斤小5，你们就原谅叔，叔下次一定看牢了。这样吧，你们家要是不介意，可以把我们家近村口的半亩田拿走，刚好那半亩田一直空着，你们也可以种粮食。毁了你们家那么多羽毛，一时半会也拿不出来。何望，你看能不能给个面子，就用那半亩田换？程老爹叹了口气，村长，这年头大家生活都难，这要再有下次，我们就没什么办法了。村长连连点头，一个劲的道歉。等人都散了，他毫不手软的揍了程大狗一顿，再指着李肥妞骂：一天到晚净给我惹麻烦，再惹事就给我滚回你娘家去，败家娘们！李肥妞被骂得不敢吭声。烂屠户，小破瘸子，都给我等着！爹，小五，都怪我，要不是我冲动打了程大狗，咱家鱼塘也不会遭殃。你想多了，那李肥妞早就嫉妒娘，嫉妒的要死。就算你不反抗，他们迟早也会找我们麻烦，你没必要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揽。就是三弟说得很明白，不怪四哥哥，小五在养就是了。小七月长大了，程大妈吩咐3斤给小娃娃洗澡。七月，哥哥也不会洗，你别嫌弃。小娃娃，我就是个平平的小娃娃，能洗。七月，洗疼了你就吱一声。三哥，你个大呀笨蛋，你知不知道我才多大呀？本娃娃还不会说话你。七月，你多久没洗澡了？小七月闭上眼吧唧嘴。你洗，不要说话。怎么不吭声呢？程3斤抬起手指抵着他的小脸颊，轻轻捏了一下。小家伙，看不出来啊，吃的还挺圆。小七月无语的闭紧小嘴，连哼唧的声音都不发出来了。他这个三哥哥长得俊，正经说话像个妖精，还挺勾人。等洗完换上新衣裳，小家伙一窜溜骑在了程3斤的脖子上。疼疼疼！七月可不能招哥哥的头发。程3斤握住他的小拳头，紧紧的包裹在手心里。你是不是每天都这么抓娘的头发？那倒没有，我就抓过你和二哥还有四哥的。娘每天带着你已经很累了，你可不能欺负人哦。小奶团子眨巴了下水灵灵的大眼睛。你在说什么？我还是小宝宝，我听不懂。他吧唧一声，咧嘴咯咯的笑。程3斤瞬间破防了，真是服了你了。另一边的程大妈偷摸的在怀里拿出个东西，是那天程和旺在几个儿子屋里捡到的香囊。这东西我问过了，是3斤的。怎么说？他爹，这囊布可不便宜啊，这手感，这材质，一看就老贵了。再者说，你看这珠子，颜色这么亮，看着也不像假的。我倒也想还给3斤，只是那孩子说这东西给他没用，就直接给我了。程大妈拿着这东西，心里愈发不安。当年咱在路上捡到它的时候，也没好好查看，你说这东西会不会本来就是在他身上的啊？你说咱要不要去问问郑屠户，看这个东西是不是原本就在3斤身上的？郑屠户说他要出去采几天药，短时间内也不会在这里。那咱该怎么办？要不我拿到城里问吧，这小东西很精致，找个大点的当铺问问，应该有结果。那你问小心点，千万别暴露了自己。这次再去城里也试试能不能找到程婶，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。媳妇，程婶跟我们不一样，他命大人好，不会有事的。咱去城里问这香囊的事，你可不能告诉3斤，别让孩子觉得咱不要他了，还去打听这种事。我当然知道，咱就问问这东西出路，要是太贵了就还给3斤，便宜东西就留在身边当个摆件，不干啥。爹娘，你们干嘛呢？程老四突然间出现在俩人身后，把俩人吓了一大跳。你这孩子走路怎么没声啊？程四牛疑惑地看着他爹娘。俺走路挺大声的。行了，没事就回去休息，别在我和你娘面前溜达。那好吧。对了，爹娘，咱家那老母鸭终于肯出地窖了，在外面溜达呢。那感情好，出来透透气，还能多下几个蛋。赶着天气晴朗，程老爹独自一人去了典当铺。掌柜的，劳您看个东西。你这囊布从哪来的？这小东西是在我家附近山上捡到的，我家婆娘稀罕得很，看着囊布喜欢得紧。这布我没什么出路，就得来问问这囊布哪里可以买到。大兄弟，这布可买不到，这囊布是蜀国进贡的千里锦，拢共才3匹，每匹颜色都不一样，怎么可能是咱们寻常百姓能买到的？掌柜的把香囊还给他。大兄弟，捡到这东西，你走大运了。我个做小本生意的农户家也不懂，您能跟我说说，
这到底值个多少银两吧？这个东西无价，蜀都进贡给朝廷的东西，开出多少银子都不是最高的。我也看出来了，你也没想卖给我。既然走运捡了这东西，最好找找门道，卖给那些富贵人家。那些人好脸面，多贵都愿意给。那多谢掌柜了。几天后，程老爹他们在街头卖鱼，迎来了一个特殊的顾客。那人穿得很端正，身上的布料是上等的。这位客人要买鱼吗？我们家的鱼很实惠，又大又鲜，保你满意。小家伙，你是哪家商铺出来做生意的？这字是你自己写的吗？这位客人，我们不是哪家商铺的，就是自个家养鱼，冬笋自个上山摘来卖，没有店铺。哦，这个年纪上过学堂吗？您还买东西吗？不买的话还请您让让，我们赶着卖完东西回家。那人扫了眼剩下的竹筐，你这里还有的我全要了。您说真的？那是当然。小家伙，我姓顾，名青山，是来青州采买物资的。你有没有兴趣跟着我学习做生意？俺弟弟可没兴趣。令弟年幼却长了个会做生意的好脑子，不上学堂不学习又不跟着我学生意，岂不是荒废了？我们听不懂你在说什么，更不认识你，凭什么跟着你学那些东西？我弟弟想，但我不想了，你别想骗我们。程老爹姗姗来迟，但却刚好卡在点上。你们累了吧？卖的咋样？话落，他又看了眼站在一旁的顾青山。这位官人，您需要点什么？我们家鱼很不错的。你是这小家伙的爹吧？我姓顾，名青山，祖籍在牛头县，算是青湘两州的商贩。顾青山。程老爹愣了几秒，总觉得这个名字很熟悉。您是牛头县唯一一家青山私塾的老板。不止如此，这顾青山名下产业多又广，暂居牛头县，创立私塾，时常来返青行两州采买货物。没错，是我。您怎么会买我们摊的东西？一家小公子，要不要跟着我去学习？我顾某名下有不少徒弟，但这么小的可是头一个。等着，看上我们家小五，您是认真的吗？你们若是想清楚了，可以到牛头县青山私塾或是百家坊来找我。今日不早了，我就不叨扰了。小家伙，你回去可得想清楚了。爹，他很厉害吗？怎么看着那么不靠谱啊？别乱说话，那可是顾青山。你娘年轻时听到他的名号都差点抛下你爹跟他跑了。什么？那你还跟他聊得那么好？老爹呀，咱说真的，你也就身高跟人差不多，那长相还是人家有气质啊。你个小兔崽子，俺再不行也是你爹。再说你娘最后可是跟了我的。程四牛和程小五对视一眼，又齐声夸赞。那还是爹厉害。小五，快见过你师傅。师傅好。小家伙，可算把你盼来了。何望兄，我恰好还有件事想跟你们谈。小五年纪小，若是不嫌，我打算让他与我同住。我的宅子里只有我与我娘俩人，加上一个小家伙，倒也热闹一些。这不会给您添麻烦吧？顾青山轻松地笑了。一个小娃娃能有什么麻烦？我是要带着他做生意的，带在身边最为方便。多谢顾老板，这要不是您，我们还真有点不放心。顾青山了然，这程和望瞧着就是对自家孩子十分上心的人。还有一事，我平日里有2个时辰得在这方内算账，不能时刻带着他。想了想，还是想问问你们，可否同意让小五在这2个时辰里进我的青山私塾学习会？程家父子几人懵了。是那个进去还得通过考学的青山私塾吗？顾青山觉得几人的反应好笑，点了点头。我就那一个私塾，也只能去那徇私了。师傅，你的意思是我除了跟你学做生意，每天还能去青山私塾上2个时辰的课吗？顾青山就喜欢他这副模样，小小年纪，无畏无惧。顾老板，这不会给您添太多麻烦吧？青山私塾为我所立，里面的夫子也是我找的，我把我的徒弟送进去，每日学习2个时辰，应当是他们的荣幸。程老爹激动坏了。若是这样，我家也是愿意承担私塾的费用的。顾青山被他一句话逗笑了。何望兄，我可不缺小五这份私塾银子。小五是我带的第一个这么小的徒弟，我理应尽我所能，给他所有最好的东西。顾青山足够有诚意，也足够负责。程老爹现下也终于放心把程小五一个人留在这了。听说你4哥和2哥都即将入学堂，你为什么不选择先跟哥哥们去上学堂？我想赚钱，我喜欢在青州城里卖东西的感觉，我喜欢同那些姐姐哥哥们打交道，我觉得我能学好。而且我娘生了妹妹后身体不好，我要赚钱让娘过得好。我还是哥哥了，我有一个妹妹，她才那么一丁点大，小五要赚钱给妹妹扔着玩。听到这话的几人瞪大眼，忍俊不禁。顾青山用拳头抵着嘴角，
控制着不笑出声。最重要的是，小五有个三哥哥，他身体不好。我上山的时候总听郑叔说，三哥哥的吃补药，可是补药很贵。小五要是会赚钱，三哥哥就可以随便吃人参啊、鹿茸啊、灵芝啊、冬虫夏草啊。小家伙喋喋不休，明明听起来很搞笑的话，那张小脸却异常认真。还有师傅，我家三哥哥很厉害，小五觉得就算我真的没上得了学堂，三哥哥也会教我所有他会的东西。况且小五不想考秀才，只想当个像师傅一样富得流油水的人。程四牛反应很快，听到某些个不对劲的字眼，当机立断捂住小家伙的嘴，朝顾青山笑着打太极。小五，刚刚你送了为师拜师礼，那烟雨很香，为师很喜欢，但为师也不能白拿你的东西，这样为师今天也送你一样东西如何？什么东西呀？顾老板，这可使不得！您肯收我们小五为徒，还让他入私塾学习，已经算是天大恩德了。我家宋烟雨虽是我媳妇的一片心意，但与您的施恩比起来，谈不上什么理。顾青山知道程老爹不是个爱占人便宜，思量了一会才郑重道：何望兄也知道，我这人不缺什么极其贵重的东西。刚刚那烟鱼，我尝了一口，确实很好吃。我近些年也吃过不少山珍海味，毫不夸张。贵夫人的手艺确实让人惊叹，我算是占了小五的便宜了。当真，师傅若是喜欢，我那条也能给你，而且我娘的手艺就是十里八方最好的。既如此，便随为师一起去挑回礼。顾青山心里很有感触，他心疼孩子有不属于他这个年纪该有的担当，不是嫌补药贵吗？那他便送给小萝卜头。几人来到外头，迎面却走来一个伙计，殷勤地向顾青山问好：顾老板，您来了，您需要什么？打声招呼，小的给您送过去就好。程老爹觉得他有点眼熟，多看了两眼，这不看不知道，一看吓一跳。这不是程根家的小儿子程豆吗？原来你就是在这里做工啊，那太好了。何望叔，你们也在这里啊？程四牛也认出来了，但是脸色有点不好看。这个程豆小时候也爱跟村长家的大狗一起羞辱他。何望兄，你们一个村的吧？是呀，这下好了，程豆也是在牛头县做工，我们家小五也在这里，你们以后也有个照应。程豆听了后，有些不敢置信地看程小五。五阳也在药材铺做工吗？他没听管事说招来个这么小的工人，还是他们程家村的人，心里有点嫌弃。他家的人竟然都能到百家房名下的产业里工作了，凭什么？顾青山瞟了他一眼，淡淡道：那倒不是，五阳被我收了做徒弟，以后大多时间都得在百家房里，不会来药材铺。程豆傻了，忍不住放大嗓门：什么？程五阳这种人都能做您的徒弟？这是他下意识的反应，喊出来后整个人都石化住了。一句话把对面的几个人也喊愣住了，各自脸上的表情变幻不一。程豆，我家五弟聪明，被顾老板收做徒弟有什么问题吗？不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就是五阳不是个哑巴吗？程老爹大方的笑道：好了，已经全好了。你是对面那个办大婶的儿子吗？你不是在县里过得很好吗？为什么那么黑，那么瘦，跟个竹竿子似的呢？你不喜欢吃饭吗，哥哥？顾青山挑眉听着小家伙的一番话，感慨这小家伙也不是那么容易任人拿捏的。只是天气开始热了，最近有点没胃口。我之前还听村里人说你是黑豆呢，原来你只是最近才变成黑豆的。果然，村里人说的话都是骗人的。程老爹连忙拉了把小家伙，岔开话题：程豆啊，最近怎么没见你回村啊？我最近忙。这样，那五阳，我们以后要多来往啊。小五静静看着，并没有回答。何望兄，那边劳累你们，帮着把小五的包裹搬到我府上，顺便在那用完饭再走吧。啥？五阳，你还住顾老板家啊？小五是我收的徒弟，理应跟着我住在我的宅子里，这有什么问题吗？顾青山面无表情地看着他，语气冷淡：你是这间药铺的伙计吧？既如此，刚刚我们进来，为什么没看见你在铺子里？青天白日，铺子没一个人看守，这就是你的工作？顾青山冷着一张脸，毫不客气道：这月工钱减半，干好你本分内的工作，不该你管的事少打听。还有，劝你没事买把镜子照一照，有时候看清自己，才不会让人瞧不起。话落，他牵起程小五的手，径直离开。程老爹也不知道该做什么表情，没跟人打声招呼，紧随其后离开。程二锅直接上前，狠狠地瞪了他一眼。待人都走光了，程豆怒火蹭蹭往上涨：我喷，狗仗人势，什么破东西！这位大姐，你是程家村的吧？之前还总看你在县里打劳工。是啊，这娃还没长多大，就赶紧赚钱啊！你这腌香鱼是自己做的吗？是啊，这鱼腌制了1个月，绝对够入味，光配料都得10几种。
他话音才落，小七月就咿呀呀的叫，整张小脸笑眯眯的，看着就讨喜。程家村的，你家闺女长得可真好看啊！大妈的心都软一大半，指着其中一个烟香鱼问：“这多少银子啊？1条40文。哎呀，大妹子，这有点贵呀。我家鱼块头大啊，1条都顶别人家2条，味道也是极好的。您看闻这味，谁不香迷糊了？都是货真价实的，不糊弄人。大妹子，你再给我便宜点，这样是好吃。我家6口人，到时还得找你。这样，大姐，我收您35文，您路上帮我嚷2嘴。大妈二话不说就答应了，给了银子，当场撕了一小块，香得直咽口水。大妹子，你这鱼够味呀！那我肯定不能忽悠你啊！此时有2人正疾步往他这里赶。青青啊，你在这卖什么呢？来人正是刘家的那个老夫人和柳成成。老夫人好啊，你这里卖的什么？可真香啊！自家做的烟香鱼，闲着没事就出来卖了，真怪香的啊！怎么卖呢？老夫人，这1条40文。40文？柳青青，你想银子想疯了吧？卖40文怎么了？鱼就是这个价，我家的鱼还个头大呢，买不起就别吃鱼。青青啊，这鱼香不贵，给我包1条。话音一出，柳成成的瞳孔地震，五官乱飞。娘，咱不能。闭嘴，上不了台面的东西。程大妈麻溜的包好1条烟香鱼。老夫人，这是您的烟香鱼，要是好吃，我让我家丫鬟再来买。多谢老夫人照顾我生意，希望能让您满意。不用谢，你也别太累了。陈老夫人还怪体贴的，嘘寒问暖一阵，又依依不舍地看了他一眼，接着转身离开。柳青青，你这个小贱人！柳成成，怎么了？你不会是又想打我的女儿吧？在大街上，你总不能又做什么丧尽天良的事吧？柳青青，你那张老嘴在放什么屁？少往我身上泼脏水！你个不要脸的下贱，我搓臭婆娘！你急什么？是你自己出现在我的摊位面前，一副凶神恶煞的模样。再说你打我还少吗？要是觉得我冤枉你，那我也无话可说啊！你让开就是啦，怎么能这么骂人呢？那不是那个刘秀才的婆娘吗？是秀才村的人，还是那个秀才私家？天哪，他怎么这副模样啊？看着要吃人呐！此时柳成成朝母女2人冲了过来。哎呦，小心啊！大妹子快躲开！程大妈迅速地躲开了他的攻击，还不忘伸出1只脚绊倒他。哎呦，三妹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怎么又做这种龌龊事？到时摔坏了，别又怨到我身上。你个臭老娘们，我忍你很久了，大家伙都来看看这个不要脸的臭婆娘。我们柳家村的人谁不知道你就是个赔钱货，克死你自己的亲娘，还跟人私奔到程家村，真是个疯女人！不要不要脸，轮不到你来评价。我娘死后第2天，你娘就是我后娘，带着那时已经1岁的你直接上门了。你闭嘴！原来是外事还没成婚，就生出来孩子了，也忒不要脸了。咦，那刘秀才娶了那什么玩意？柳成成，离我远点！我不会再忍着你们母女几个了，别老觉得我欠你们什么。夺走我一切的人是你们，再出现在我面前，我绝对不放过你。程大妈话落，狠狠地吐了一口浊气，摊子也不想收了，直接一手抱着小七月准备离开。你不准走！你干什么？柳成成，你个疯子，给我滚开！你把刚刚老婆子的40文还给我！笑哈，陈老夫人自己上门买了我的烟香鱼，鱼都没见你们完好的拿来退给我，凭什么让我交银子？没钱就不要买啊！柳成成见他不拿钱，直接上手砸缸子。柳成成，我真是给你脸了！程大妈直接把人拽翻，骑着他一顿巴掌伺候。老娘今天非审死你不可！周围的人群也不散，个个用讥讽的眼神看着。起身的那刻，柳成成的世界是天旋地转的。有些人不打，永远不会知道害怕。七月，都是娘的错，现在没事了，咱们回家。柳青青，你也别想好过。他举起碎片朝那个身影扎过去。大妹子小心，大妹子小心危险！柳成成，你疯了吧？你这个恶妇，太狠了你！咋心肠那么歹毒呢？竟然想拿碎片扎人！何家的，别听他说那么多，直接把这个毒妇扔到县衙去。有用吗？谁不知道秀才村的刘家和县令关系好？嘿，当街拿碎片扎人，大家伙可都是看见了的。他刘家在牛哄哄呢，还能随便杀人不成？忽然间，一道闷雷炸响。这雨怎么说来就来？就是啊，刚刚还是大晴天的。哎呦，我家还晾着衣服呢，这天也变得太快了。大妈话音才落，一道闪电就砸在了柳成成的身后。他捂着耳朵跑，那闪电就一直追着他。他跑，他追，他插翅难飞。妈呀，这是真遭报应了吧？这还能活着离开平头县吗？就说平时不能做太多恶事了吧？这也太吓人了。程大妈也觉得心有余悸，
大妹子哟，没事吧？你家这女娃娃没吓着吧？没事，我们母女没什么事。你们说用不用去通知秀才村的刘家人啊？就当没看到，他们刘家就算是秀才世家，还能拿整个平头县出气不成？程老爹听到这个消息，也是唏嘘了一阵子。他爹，你会不会觉得我这样太过绝情了？怎么会？那柳成成刻薄尖酸，一肚子坏水。你要知道，柳茵茵是明着坏，柳成成则是那个一直装作若无其事，却可以挑拨的人。他害了我们的孩子。媳妇，我实在是觉得他活该，同情不起来，只觉得这都是报应。柳青青被这么一提醒，心情瞬间好了起来。说的也是，那柳成成就是罪有应得。从此以后，总算没人再算计咱们，给咱们使坏了。就是得这么想，别整天因为这些个乱七八糟的人影响心情。第二日，程大妈抱着小七月闲逛，心里却也挂念另一个儿子。老二啊，小五最近怎么样了？我们也很久没见过小五了，他好像跟顾老板出去做生意了，听说要去很久。这天变冷了，也不知道小五有没有穿暖点。哎呦，二姑，你现在是越来越瘦了。俺上个月就跟你说过俺瘦了，俺瘦了几10圈，你听没听的哇？再说了，俺整天在你面前晃，都瘦成一道闪电了，你还是没注意到俺。娘，这不是太忙了吗？你说你这孩子计较这么多干什么？你看看妹妹多乖巧，就从来不惹我生气。你呀，没事多向你妹妹学学。妹妹那么小，我能跟她学什么？学睡觉啊？小七月可不是一般人，自然听得到他二哥在说他坏话，嘴巴一撇，暗戳戳的记着仇。七月饿不饿？娘给你煮吃的去。程大妈满心满眼都是她的宝贝闺女，没一会就带着小奶娃进屋去了。三金，你快把这汤喝了，你昨天都没吃什么，可别天气一冷就倒下了。程三金接过后直接灌了下去，跟喝药似的。爹，我没事了，身体早就好了。你也别太担心，青山私塾那里的考试能过就过，不过也没关系，我和你娘能送你到书堂去学。三哥，爹，好事，天大的好事！程四牛急匆匆地跑来，手里还捧着样东西。你们快过来看！我的个娘，老四你上哪摸来的小人参啊？哎呀，爹，三哥，你们忘记几个月前小五在顾老板那拿的几颗种子了吗？那会我陪着他种下人参种子，就种在咱家的一处小角落里了。我按着他说的每天照料小人参，没想到真长成了。好啊，小五真是咱家最聪明、最有眼光的孩子了。四牛，这人参就长了这一小株吗？不止啊，角落里所有的人参种子都长出来了，而且其他都长得比这个好。那就好。爹，老四，这一小株人参给我可以吗？面前两人摸不着头脑，也不知道程三金拿着人参干什么。我听郑叔说过，人参连带着汁液，不止进补，还有改盐修补的作用。程三金拿着碾成药扎的小人伸到了程老大身旁，温声道：大哥，你坐着，我给你上药。程老大一向听他的话，可能都没琢磨什么意思，听到他的声音，他就下意识坐了下来。三金，这法子管用吗？姨大哥，你别说，要不是今天老三给你贴药，俺们都没发现你这疤怎么消成这么点了。总得试试吧，既然这人参种子能养活，咱也不用担心以后得花大把银子买。小五上次种的时候我也看见了，若是都成活了，10几株是有的，给大哥治脸应该够。程老大听着他的话，那颗原本死灰的心突然燃起一点小火苗。三弟，我想试试，我都听你的，你让我敷几天我就敷几天，敷2个时辰后就可以洗掉，连续敷3天试试看。到了晚上，家里人吃完饭，全部挤在一间小屋里，眼神时不时地落在程老大身上，但没一个敢上前跟他说话。大哥来吧，可以洗掉药渣了。万众瞩目下，程老大原本有黑疤的地方，随着人参渣洗去，也跟着消失不见，露出原本健康的肤色，一切如大家所愿，时间仿佛静止了。老三，你什么时候变成神医了？程老大本身就很老实敦厚，平日里对家人也很耐心温柔，性格好，如今黑疤没了，长得也很俊朗。我的个娘，大哥，你现在长得比老三好看了。他话音一落，所有人脸上都露出了笑。小七月也下意识看了眼程三金，撇着小嘴唇，无声反驳：他三哥哥可是天下最英俊的人。小五，你回来，爹娘真是太开心了。爹娘，有一件事可气人了，就是咱家对面范大婶的儿子程黑豆，他特别坏，老到师傅家找我，然后跟家里的下人说我是个哑巴，还说你们坏话，还趁我跟师傅去药铺点账，偷人参赖我身上。是爹的错，早知道那时候就不认出他了，害得我们小五遇上这么一个人，真闹心。你也不用害怕，爹娘让你少去药铺是想着程豆的岳父毕竟是那的管事，我们不想让顾老板为难。
小五，你要是受了委屈，爹娘也不会善罢甘休的。只是有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坏人总有报应，我们只需要等时机到来即可，别去当那个出头鸟。爹娘，你们放心吧，药材铺的管事人很好，跟程黑都不一样，他不会为难我的。而且我每月才去一次，跟师傅点账，都不用花半个时辰就离开了。师傅说了，我是他的徒弟，不需要避着任何人，只要有他在，谁都别想继续往我身上泼脏水。那小五也要更努力学习，别辜负你师傅的喜欢。今儿个开心，爹给你们煮吃的，想吃什么随便报。鸡蛋鸭蛋，爹，俺要吃1颗鸡蛋，1颗鸭蛋。小五要吃腌香鱼。我都行，爹煮什么吃什么。媳妇，你要吃什么，我们都听你的。村口的李大娘不是给咱送了点心面吗？你去抓一把，煮烂糊一点，给7月当晚餐，其他的就按你5个儿子的意思弄吧。真正当家做主的人都发话了，程老爹哪有不听的？几个小兔崽子，算你们有口福。等着，我现在拿腌香鱼去。晚饭吃完，程老爹想着对面程豆家，总觉得心里膈应。爹，怎么了？我们今后的平静日子怕是没了。我刚刚听说程豆以后就回村里住了，就住咱家对面，大家以后抬头不见低头见，你们也别搭理他，他跟他娘跟2只疯狗似的，别到时惹咱一身麻烦。程二锅走过来，满脸不快。那程黑豆不是已经有婆娘了吗？他婆娘肯到程家村里住吗？程大妈也好奇地挤到他男人身边，急切问道：程豆他媳妇可是牛头县里的人，肯住到咱这小破村子吗？不肯也得肯。我也是刚刚才知道，那程豆偷的东西值大钱，被要求赔了几10两银子，夫妇俩县城里的矮小的屋子全赔给人家了，可不就得回村了吗？说来也讽刺，本来在县里有个体面的工作不容易，偏偏被程豆自己给做没了，现在还得欠着债。那昂办不得发疯嘛？可不是嘛，刚刚在院子里使劲的挤兑咱家，说咱家小五彻底出息了，有靠山了，还说咱家老大爱，反正咱家孩子都让他数落了个遍，要不是看程根一个劲的跟我道歉，我铁定的得上前给他一脚。算了他爹，咱家懒得跟他们计较，反正王办也只能逞口舌之快，要真敢动手欺负咱家孩子，咱再跟他没完。我哼，忍啥子忍？依俺看就应该到山上抓几条蛇放半大嘴的身上，想死他。大哥，你现在也是个读书人了，能不能别那么幼稚？眼见着俩人又要争起来了，程大妈赶紧赶人。去，吃完就去收拾一下，把碗筷洗了，然后赶紧洗睡，明天还要上学堂呢。第2日一大早，家里该上学堂的赶早去了。程老爹夫妇还没歇口气，又有人找上门了。大妹子，起这么早啊？张大姐，你怎么来了啊？大妹子啊，没打扰你们吧？我都很久没在县里看到你们了，这一路打听过来，恰好就找到了你家的位置。张大姐，你这说的什么话？你能上我家，我高兴还来不及。大妹子，我这次是想来找你订些东西的。我那大儿媳妇刚生了个大胖小子，我家公爹说的大办一场，全家就心心念念着你家的腌香鱼，说是餐桌上一定不能少了那道菜。你看看家里有没有现成的？张大妈说的她自己都有点嘴馋了，自从吃了腌香鱼，其他鱼她也看不上了，就好那口。张大姐，是这样的，我家的腌香鱼腌制时间有点长，一般的1个月才能开吃，新的那5缸也得要7天后才能完全腌好。你家是现在就得要吗？那可以，我家还没到办宴的时候呢，至少还要1个月才能办。你不用着急，慢慢来，给我便宜点就行。大姐，你可是老顾客了，这么多个月都是你在照顾我的生意，妹妹能不记得你的好吗？你就说要几条，到时我跟你送过去。大妹子，这回可能要劳累你了，我跟自家公爹公婆商量了一下，想从你这直接订10条腌香鱼。10条？张大姐，我家鱼个头可不小啊，你家不是才6口人吗？我家男人是县上包劳工的，我那大儿媳妇生的是我们家第1个娃，前后景的朋友都有10几个人。你家腌香鱼个头是大，但那味道一绝，那10条腌香鱼摆出去，估摸着都要被啃得连骨头都不剩了。程大妈听愣了，这个张大妈家里原来这么有来头。大妹子，这是怎么了？吓到你了吗？张大姐，不瞒你说，我和我家男人以前也是在平头县里找劳工作，没想到还是在你男人手底下干活的，你说这不是巧了吗？不巧不巧，你头一回到县上摆摊，我就认出你了，就是看你长得好看，还那么勤劳能吃苦，这才信任你。你都不知道我家那2个老人嘴有多刁，喂，现在就指望着你家的鱼，把我那公爹公婆的嘴给吊住。这一句句的把程大妈哄得心花怒放，毕竟谁不想自己的努力和厨艺得到别人的认可呢？好，大姐，冲着你这番话，你这单生意我怎么的都得给你便宜一点。
或者你要是不嫌弃，我就再多送你2条，到时直接把12条送你家里，按10条收钱。那感情好啊，大妹子，你这人能教。说着，朝柳轻轻竖起大拇指，俩人一拍即合，约定好送鱼的时间。张大妈这才开始环顾他家的屋子。大妹子，照理说你跟你家男人也算勤劳，怎么还住这么小的地方？程家村本就是平头县周围所有村落里最穷的一个，我家以前有多倒霉，想必大姐也从外头人口中多少听到一些了。这屋子虽小，但要是没我男人他爹娘给我们留下这么一个小院子，我们一家可能都活不下来。程大妈其实还想说，这一年是他们家过得最好的一年了，有吃有喝，儿女无病无痛，环绕膝下，能不幸福吗？大妹子，你能这么想也是对的，但现在可跟以前不一样了。你家现在的5个儿子都长大了，每个都能干活，你们夫妇也还年轻，肯定得努力换个大点的地方，甚至是走出村。也不是我说的难听，你家以前的事迹有多不好，都是村里人心坏传出来的，你们还当真想一辈子住这种地方？张大妈把她当自己亲妹子，说的也就多了点。你家小姑娘不一样，以后是要嫁人的，她嫁的好不好，其实得看自己娘家有没有实力。咱们都是女子，肯定这点互相心里门清着呢。你难道就不想让你家女娃娃以后嫁得好，不想给你家女娃娃兜底，好让她之后的日子快乐无忧，没人敢欺负吗？这话戳到程大妈的心窝子了。她想到自己的亲娘，有亲娘的时候，她每天都很快乐，有学上，有好东西吃，有漂亮衣服穿。你说的对，大姐，还得是跟你聊天才能懂这么多。大妹子，你就放心吧，你家那5个男孩子我都看过了，一个个长得都很板正，没一个是懒的，以后一定会有出息的。就是女娃娃得护着点，有个女娃娃不容易，我们家也是喜欢女娃娃，我那大儿媳妇没生出女娃，哭了很久，都快把人哭坏了。程大妈明白，因为她也很喜欢女娃，只是天公不作美，无论她怎么生都生不出来女娃。幸好程七月来到她身边。你家大儿媳妇还年轻嘛，有的上，不着急，肯定能出个贴心的女娃。想到这，张大妈也笑了。那可不，我家那大儿媳确实好，也够孝顺，我家就指望她多生2个，反正也养得起。说到这，大妹子啊，你家有没有什么好一点的蛋？我想给我家大儿媳买点回去补补，她刚生了娃，身体弱。您真是问对人了，我家有只老母鸭，贼能下蛋，那下出来的鸭蛋贼有营养，还有几只鸡，有专门生小鸡崽子的，也有专门拿来下蛋的。大妹子，那你就帮我挑20个，我正好待会给拿回去。好嘞，我这就给你挑去。三哥，咱昨天去找郑叔的时候，郑叔为什么管你叫阿渊啊？阿渊，郑屠户管3金叫阿渊，什么时候的事？我们怎么不知道呢？顺口罢了。郑叔说我命里缺水，这次刚好又有3点水，叫着也是，久而久之就叫习惯了。命里缺水，那是不是得给你正式改个名啊？3金，你听娘说，爹娘没什么文化，不比你郑叔厉害，他的话你可要听啊。命里缺什么这种东西可不能乱来，该怎么改就要改，你别嫌麻烦，这些事爹娘都可以解决。娘，你别急，郑叔说我已经平安了。阿渊这个名字叫得顺口，他也懒得改，不会有什么事的，也不用改名字。况且我喜欢你和爹给我取的名字，其他名字我都不稀罕。瞎说，爹娘能给你们取什么好名字，都是随意取的，要是哪个好，你就要哪个，别委屈自己。这有什么好委屈的，只是一个名字而已。再说金字已经很好了，我就喜欢这个字，还是爹娘懂我。程大妈看着他那张俊俏的脸庞，再听他一字一句蹦出来的话，心里乐开了花。哄娘开心是好事，但要涉及到命的可得认，不能犟。这命运啊，有时候真是换个名字就会变得天差地别，你可别不信，娘是过来人，看得太多了。你郑叔说的话，咱都要牢牢记心里。程3金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，陷入沉思。虽说换个名字就相当于换了个命，可他觉得现在的命就很好。娘，三人正聊着天，程小五就风风火火的闯了进来。不是让你去收拾后天回牛头县的东西吗？又怎么了？娘，我师父让我给你个东西。什么东西啊？程小五乖巧的把钱袋子打开，递给程大妈。是5两银子，给你。你这孩子怎么回事？咱住人家家里，又吃人家的米饭，还免费上人家的私塾，怎么还能拿人家的银子呢？拿回去，还给你师傅，以后不准再乱拿这些东西了。娘，你先听小五把话说完。说什么也不能拿人家的银子啊！小五，你师傅无非就是要2条烟香鱼，娘给你们准备了8条呢，咱绝对不能收他的银子。是师傅要的，师傅是替别人要的。师傅说他有个好友，是自小一起长大的，他的好友在京都当差，上回吃过咱家的烟香鱼，一直念念不忘，
恰好我师傅在行州有个镖局，有一趟镖就是要赶在大雪封路之前到达京都的，所以师傅就想顺路给他朋友捎带一些咱家的烟香鱼过去。原来如此，你这孩子也不说清楚，害娘都吓死了。你都不给我说话的机会，还怪我娘是大坏蛋。嘿，你还有理了？就是娘不讲道理，对吧，三哥？程大妈被他逗笑了，拿着银子也坐了下来，有些为难。你师傅是想要多少烟香鱼？什么时候要啊？娘，师傅的意思是最好拿缸子塞个20条左右。师傅的好友特喜欢咱家的鱼，他说想让京都里的人也尝一下味道。20条，那这5两可太多了，咱一条才卖40文。娘，咱家鱼在青州里一条都卖35文了，更别说是腌制过的，还运到京都城里呢。我觉得娘做的烟香鱼卖到京都城，一条最少都得卖120文。120文。程小五露出一副老成的表情，点了点头，信誓旦旦道：娘要是不相信，可以多做点，趁着天气冷，和爹一起运到青州里卖一天试试看。但是一开始不容易有客人，娘可以先掰半条烟香鱼出来，撕扯成一堆小块，让那里的人试一下，保准可以卖得特别好。程小五说话一溜溜的，那主意更是十分大胆。在青州城里，你们可以把烟香鱼卖到70文。柳青青面露难色，这样怕是不容易卖啊。不会的，咱家的鱼又大味道又好，只要让人尝了，保管有人肯买。娘你就听我的嘛，只要那半条推出去做生意，肯定有意外收获。娘，别急，小五的想法也不是不可行。咱家现在有牛车，多载点其他东西过去，到时烟香鱼卖不出去，也可以卖其他的东西，不会白跑。程小五闻言，生气的叉着腰不满道：三哥胡说，只要是我的主意，肯定卖得出去。年纪不大，个头也不见长，口气倒是不小。三哥，你可真坏！我师傅说你的烟香鱼是手艺活，是可以到大的客栈里当掌勺师傅，把这道菜当做你自己的招牌的。这烟香鱼在客栈里单独卖，就又是一个价格了。几句话把程大妈夸得还挺不好意思的，嘴角乐开花。你这孩子小嘴越来越甜，是怎么回事？不是哦，小五实话实说呢，我娘的手艺天下第一好。娘，刚才小五说顾老板是要借押镖把咱家烟香鱼送过去，既然如此，咱不如再送点拿手的东西过去，这样总不会再觉得拿着5两银子问心有愧了吧？程大妈觉得有道理，点头又犯难道：可我拿手的也就烟香鱼了，再不济可以加2包干鱼，只是那干鱼不是稀罕东西，外面也有很多人卖，不知道人家喜不喜欢。娘昨天做的烟熏鸡味道不错，我听郑叔说过，京都城里的人喜了，娘可以做2缸辣的烟熏鸡试试看。他话音才落，旁听许久的程四牛就凑上前，疯狂点头，差点流哈喇子。娘，烟熏鸡真的好吃，俺觉得比烟香鱼好吃。程大妈也是看秋水县的客栈里有人卖这个，试着改味重新做了一下，没想到反馈这么好。娘，那顾老板名下不只有镖局，还涉及到盐、铜、钱各大庄，肯定有不少生意跟京都往来。他既然要借着镖局把咱家的烟香鱼送过去，咱不如再多送点东西。若是反馈好，这也是咱赚钱的一条路。娘，师傅肯定会同意的，但是你得先给我师傅试吃。小五，你师傅喜欢咱家烟香鱼已经很难得了，还能喜欢咱家的烟熏鸡吗？程小五缠着他娘，一个劲的撒娇道：你就别管了嘛，让我试试。若是师傅喜欢，那咱就可以印了。娘不用担心我们占师傅的便宜，师傅说了，他是商人，重利。若是不好的东西，就算他自己的娘亲自来说，他也不会多看一眼的。程大妈被几个孩子好说歹说劝服了，心情其实很澎湃。毕竟若是真能做到像程三金说的那样，他家就真的发了。好，那娘就试试，要是成了，咱家以后的生意就有得做了。程三金低头浅笑，轻咳了2声，才慢悠悠起身道：那娘，我先回屋休息了。程大妈说干就干，现在一门心思扑在烟熏鸡上，想赶紧做2只，让程小五回牛头县时带上，好让顾青山试一下。四牛，咱家鸡舍鸭舍看老点，给那几只生崽的鸡鸭多喂点有营养的东西，还指望着他们呢。小五，你去咱家的小浅塘里看看鱼长得如何，实在不行就去地窖里看看有没有新增的大鱼。好了，好嘞娘。